相恋6年，我陪着傅行之从无到有，直到领证前1个月，我才知道自己被绿了。口口声声说和我结婚的男人，早已背着我和别人领了结婚证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临近婚期，我突然发现与我相恋多年的男友傅行之有了外遇，这让我陷入了深深的困惑。我们一起创业，陪着他从零到有，共同积累了一笔可观的财富。我亲眼见证了他从一无所有的年纪成长为今天事业有成的模样，但如今我似乎已经不再是他一心一意爱着的女人。正因为见过他爱着我时的模样，所以当他不爱时才愈发明显。我应该快速和他分割财产，然后分手吗？这对我并不公平。或者我应该坚持到底，直到我们之间的感情消耗殆尽。但这样不仅是对他们的折磨，也是对自己的折磨。那么，最好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？我的答案很明确，可以分手。但他欠我的，我要一笔一笔讨回来。都说上岸第一箭，先斩意中人。曾经我不信，如今却让我不得不信。发现傅行之的不忠，实在是非常偶然的机会。那天，我刚好没有出差，准备大扫除。换床单的时候，习惯性地把枕套也拆了下来。所以，当我从枕套里摸出那本红色的结婚证时，整个人正愣在原地，心底错愕不已。傅行之，他竟然背着我和别人领证了？怎么会？泪水湿润眼眶。我试图自我欺骗，眼前的这一切都是假象，拼尽全力寻找出一丝作假的痕迹。可是，结果还是让人大失所望。明晃晃的几个大字写在上面：持证人傅行之，结婚日期2024年3月15日。凸起的钢印无比清晰地提示着我被小三的事实。那天原本是我们定好去拍婚纱照的日子，可他却推脱公司有急事需要他去处理。当时我竟然天真的相信了，相信他真的是在忙工作，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下来，一滴滴砸在他和另一个女人的结婚证上。照片上，两人的笑容明媚又刺眼，仿佛在嘲笑我这个不自量力、被蒙在鼓里的小丑。我站在原地，攥着结婚证的手指止不住颤抖。傅行之为什么要把结婚证藏起来，隐瞒他已背弃我的事实？是对方掌握了他的把柄，逼迫他去领结婚证，不得已为之？还是他害怕我知道事情真相后曝光他的过去，毁了他的所有？无论哪种原因，都不是他背叛这段感情的借口。我面无表情地将结婚证放回原处。我去了洗手间，用冷水洗了把脸，试图让自己的头脑清醒，但这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。在沙发上静坐了1个小时以后，我给傅行之公司的助理林浩洋打了个电话，本想间接地了解傅行之最近的行为。电话接通后，我听到林浩洋轻声嘘了一声，随后电话那头的噪音逐渐消失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带着笑意问：念念，你打电话是找傅总吗？真不巧，他刚刚出去见客户了，现在不在办公室，见客户不带他的得力助手。这个谎言未免太蹩脚了。我冷笑一声：不，我找你。林浩洋愣了一下，然后笑着回答：念念，你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？尽管说。我用手指轻敲着沙发扶手，声音冷如冰霜：林浩洋，你还记得我们从认识到现在已经几年了吗？那边沉默了几秒钟，然后他的声音带着一丝讨好：当然，从认识到现在整整10年。我继续问他：当年你被一群人堵在巷子里暴打的时候，还记得是谁救了你吗？
是你提前报警站出来，阻止了这场恶行，把我从那群小混混手中救下来，送我去医院。林浩洋结结巴巴地回答。即使看不到他，我也能想象他此时的尴尬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压抑住心中的怒火。那么，我现在要找傅行之，他在吗？在。你们现在在哪里？金昌盛会所，房间号7008。我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情绪激动的情况下，开车容易出事故，所以我选择乘坐出租车前往会所。林浩洋已经在会所门口等着我，一看到我走出车门，就直直迎了过来，接过我手中的包，引导我走向电梯。在电梯里，他显得有些局促，双手不停地搓着，尴尬地向我道歉：“念念，对不起，我真的很抱歉。傅总他今天只是和一些朋友小聚，我怕你担心，所以才说他去见客户了。今天只是朋友聚会。那么之前呢？”我面无表情，没有再理会他。一个相恋6年的男朋友都可能背叛感情，我又怎能期待一个所谓的同学看在所谓的同学面子情对我忠诚？林浩洋把我送到包厢门口后，就转身离开了。我本想推门而入，想要亲眼看看傅行之选择的结婚对象究竟是谁，但包厢内传来的调侃声让我停下了动作，静静地站在半掩的门口。有人开玩笑说，傅总真是守身如玉，我们一个个左拥右抱，他倒好，一个人喝着果汁，另一个人立刻附和，那是自然。傅总的女朋友可是江州音乐学院的高材生，是我们这帮兄弟都羡慕的校花，标准的贤内助。听说傅总创业初期资金周转困难，他的女朋友知道后不惜辞去音乐学院的工作，拿出全部身家也要帮他，真是让人羡慕啊。话音刚落，一道男声插了进来，声音很是笃定：“这话你们可就说错了。”听声音像是傅行之的老朋友许家山，似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：“什么相恋6年的女朋友啊？谁家好人谈6年还不和对方结婚？你们不知道吧？他和林念说现在还没结婚，是因为他想攒够钱给他办一场豪华婚礼。实际上他2个月前就和别人领了结婚证了，说什么被逼无奈，对方握着他的把柄，还不是周瑜打黄盖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。他要是不愿意，对方还能问着他解了他的裤腰带呀。”周围的人都一脸惊讶地笑了起来，傅行之则靠在沙发上，嘴角带着一抹似笑非笑的表情。许家山继续爆料：“那女孩也没看出来比林念漂亮多少啊，连高中都没读完，是江州的网红主播。你们说她到底怎么想的？”包厢里顿时陷入沉默。许之山则更加放松，左腿搭在右腿上，整个人看起来更加惬意。“你们没听说过男人至死是少年吗？我只是在追求新鲜感而已。你们不知道，林念他给不了我那种冲动，总是冷冰冰的。我现在一想到他那种冷静克制的模样，就觉得倒胃口。再说了，就算他是天仙，我也睡了6年，整整2190天，早就睡腻了。如果不是分手要分他1半财产，我早就和他摊牌了。”听到傅行之亲口说的这些话，我感觉自己就像是被人从头到脚浇了一盆冷水，心寒到极致，就连骨子里都在散发着寒意。如果不是亲耳听到，很难相信这些话会从对我一向百依百顺的男朋友口中说出。有些话确实没错，你永远无法想象一个男人变心后会有多么冷酷，你对他而言就是一个完全多余的人。我没有推门而入，找他当面对质，而是选择默默转身离开。
哪怕是为了过去的6年，也选择给彼此留一个体面。会所门口，林浩洋焦急地来回踱步，看到我过来，他立刻迎上来，满脸堆笑：“念念，我没有骗你吧？副总今天就是和老朋友简单叙叙旧，至于包间里那些女孩子，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他还特意嘱咐我给他点了果汁，怕喝醉了让您担心。”我看着眼前这个已经变得圆滑的老同学，多年前他眼中的满目真诚早已消失不见。他一脸讨好的笑着：“念念，我找人开车送你回去吧。还有，我不会告诉副总你刚才来过这里。”我没有拒绝他的好意。司机开的是傅行之的商务车，坐在后排，车窗上的2双一大一小的手印赫然映入眼帘，心脏猛地一沉。我死死地盯着那些错综复杂的手印，他们似乎在向我诉说这里曾发生过怎样不堪的故事。下车后，我交代了司机一句：“谢谢你送我回来。哦，对了，后排车窗脏了，记得帮你们副总擦干净。”司机手足无措地愣在原地。我刚到家不久，手机铃声就响了起来，是林浩洋特意打来的电话。电话那头，他声音急切地解释，他说车子后座上的手印是他和新女友亲密时不小心留下的，并再三保证不会再有下次，恳求我不要和傅行之透露此事。真是可笑，他似乎忘记了是谁帮他坐上了今天的位置。但我并没有揭穿他的谎言。深夜时分，傅行之终于回到了家。我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漫不经心地看着电视。屏幕上，女孩痛哭流涕：“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你明明亲口答应会娶我的，为什么到头来却要瞒着我娶别的女人？”过去我一直都没能看清楚傅行之的为人，现在我才知道，一直以来可能我还没有看到他最糟糕的一面。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没休息？又在追剧吗？傅行之进门后，脱了他的西装外套，一边换鞋，一边笑意盈盈地问我。我转过头，凝视着这个和我相恋6年的男人。已达而立之年的男人愈发成熟，下颌角分明，有着一头乌黑浓密短发，浑身上下散发着成熟的魅力和绅士风度。他的身材挺拔，穿着合身的西装，更显稳重。是我一点一滴塑造了这个男人，我陪伴他成长，陪他创业，陪他从无到有，一步步走到今天。但现在他却背叛了我，和别的女人领了结婚证。他脱下西装，搭在沙发背上，然后坐在我旁边，轻轻地按摩着我隐隐作痛的太阳穴。是不是头又疼了？等我忙完这段时间，带你去医院看看。好，我轻声回答，不动声色地移开了他放在我额头上的手。他没有察觉到我的异样，起身说：“那我先去洗澡，明天我得出差，可能要去1个月。”去哪里？海事那边的供应商在合同履行上有些问题，我需要亲自去和他们谈谈。他说的头头是道，毫无破绽。我没有再说什么，静静地看着他走回卧室，直到卧室的门关上后，我走到玄关，拿起许之山刚刚脱下的外套，还有公文包，仔细检查了一番。里面有一台笔记本电脑，一些名片，还有几份文件。笔记本电脑设有密码，我无法打开。文件和名片也翻了翻，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就在我准备把这些东西放回包里的时候，西装内里的一张纸引起了我的注意，是一份超声波孕检单。报告显示早孕10周，孕妇姓名安然，孕妇年龄29。安然，我愣住了。和傅行之领了结婚证的女人，江州市新开业的美容店老板，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她的样子。
明显做过医美的整容脸，身材瘦弱，披肩长发，穿衣风格偏性感，习惯露出她那双修长白皙的美腿。记得第一次见她，是陪朋友去她开美容院打水光针，偶然听她提起家庭条件一般，走到现在很不容易，付钱的时候还主动提出打折，希望我们以后可以多光顾她的美容院。她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笑起来像月牙，确实让人印象深刻。我握着孕检单的手渐渐收紧，拿起手机拍下孕检单的照片，然后将物品放回包里，重新坐在沙发上。我打开手机，找到安然的微信，点开他的朋友圈，只见他的朋友圈仅显示最近3天的内容。他穿着一身及膝长裙，小腹微微隆起，右手戴着一枚钻戒，配文是：你是我谈过唯一一个没有结婚的男人，为你，我心甘情愿。风暴呼啸而至，我的世界瞬间崩塌成一片废墟。回到卧室时，傅行之已经睡着了，枕头下露出手机的一角，我轻轻地抽了出来，按着原来的手机密码，始终无法解开。我自嘲般笑笑，把他的手机放回原位，坐在床沿，久久地看着发出轻微鼾声的男人。上大一那年做兼职与他相识，在他的疯狂攻势下，弄丢了自己的那颗心，不顾所有人反对，和他谈起了恋爱。大学毕业以后，考上了公立学校的音乐老师，家里不同意我和他在一起，一再为我介绍相亲对象，试图让我和他分手。我想尽办法说服爸妈，给他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。最终，爸妈还是同意了我和他在一起，只是提出附加条件，如果结婚的话，该有的车房彩礼都不能少。傅行之说他家庭条件普通，车房彩礼只能靠自己，让我再给他一些时间。我相信他，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想要的爱情。为了赚钱，和他一起贷款开茶馆，还有采耳店，只可惜最后都以赔钱收场。直到后来，我的初中同学提出打算做自媒体拍短视频，问我有没有想法。我摇摇头，拒绝这个提议，但傅行之却表现出极有兴趣的模样。就这样，在朋友的剪辑运营下，傅行之的账号慢慢做了起来。为了扩大知名度，甚至要我假装成客户帮他拍视频内容，我下意识地拒绝，因为我不喜欢把自己暴露在镜头之下。我想安安静静的生活，可为了他，我最终还是答应了。经济下行期间，很多实体店最后都濒临倒闭，而傅行之却因机缘巧合把握住风口，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。之后不久，就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，尝到名利双收的甜头。傅行之开始怂恿我辞去学校的工作，他总说靠我1个月几千块钱的工资，根本不可能攒到钱买房买车。我那个时候也傻，真的就相信了他的话，把全部赌注都压在了他身上。事实证明，我错了，且错得离谱。当然，这短短几句话远远无法概括我这一路走来的艰辛。在创业中期，公司还有家里的那些琐事全都压在了我一个人身上，无尽的疲惫如影随形。眼前的男人曾是我并肩作战的爱人，曾一路趟过泥泞走到今天。我以为我们会相互扶持到老，但他先背叛了我们的爱情，将我的付出看得一文不值，甚至打算将我踢出局。那么我也不会守着那些可笑的情分。傅行之说他要赶上午10点的飞机，天刚亮他就拿着行李箱急匆匆地出门了。上午9点，我开车去了公司，这时他应该已经在飞机上，手机调成了飞行模式。公司里的员工大多都认识我，
见到我都热情地打招呼，但他们的表情里似乎带着几分异样。我直接前往了傅行之的办公室。事实上，自从他的公司规模扩大后，我很少再来公司，每次来都是许之山陪着我，最多待2个小时就离开。我走进办公室，轻轻地关上了门，并反锁起来。我开始仔细地观察四周，办公室的布置变了不少，多了许多女孩子喜欢的装饰，办公桌上多了几个古风手办，座椅上还有粉色柔软抱枕。我走向角落，那里有公司终端监控。我回放了近期所有的监控内容。从系统保存的近30天的监控视频来看，安然几乎隔几天就会来一次公司，难怪公司的人看我的眼神都那么奇怪。最近一次来是2天前，安然依偎在傅行之的怀里，哭得梨花带雨。我们都已经领证了，你为什么还不和他分手？你是想让我和肚子里的孩子背上破坏别人感情的名声吗？傅行之柔声安慰，你怎么会这么想？我当初就说过，我和他之间现在只剩亲情，我现在爱的人只有你，还有你肚子里的孩子。你再给我一点时间，乖，过2天我带你去海市旅行。他抽泣着，老公，我好害怕，万一你后悔了。话还没说完，傅行之已经低头吻住了他。几分钟后，安然脸色潮红地推开了男人。这是在公司，你冷静一点，肚子里的宝宝会受不了的。傅行之轻微地喘息着，傻瓜，你怎么这么可爱？安然娇嗔地捶了他胸口一下，老不正经。那你说，我和他谁让你更舒服？傅行之一把将他抱在怀里，小妖精，你说呢？安然仰起头，露出纤细的脖颈，声音微哑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才和那个女人分手？我想堂堂正正的成为公司老板娘。傅行之的吻落在他的脖子上，满是情欲。好，你等我处理好财产，再过不久我就对外公开我们的婚讯。这一段我快速跳过，但忽闪而过的一连串画面还是让我忍不住感到恶心。我用手机拍下了所有证据，离开公司，刚回到家，我妈打来电话，我没有接听，待我收拾好情绪，清了清沙哑的嗓子，才给她回了过去。妈，我刚刚在开车。电话那头的我妈笑着问，最近怎么不见你和小付一起回家？公司很忙吗？你们2个打算什么时候结婚？自从家里同意我和傅行之在一起之后，我妈几乎把他当成了儿子来养，就连他飙车受伤那段期间，都是我妈从家里熬好骨头汤，亲自送去医院的。如果被我妈知道傅行之背叛了我们6年的感情，她怎么可能承受得住这个打击？大概是我一直没有回应，我妈突然问了一句，念念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小付惹你生气了？怎么会这么问？你这孩子打小就慢热，只会因为关系亲近的人产生情绪。除了他，我想不到你还会因为别的事生气。我鼻子一酸，喉头有些哽咽，掐着掌心，让自己不要情绪失控。我问妈，如果我和傅行之分手，你会怎么样？我妈沉默了很久很久，她回了一句，念念，你永远不要因为我和你爸爸而做出违背心意的事情。爸爸妈妈只希望你能开心，所以如果分手是你深思熟虑的事情，我不会反对。我希望你能够开心。泪水潸然而下，我声音哽咽，谢谢你，妈妈。如果说在这里，我还想着为了过去6年的感情，会选择和傅行之和平分手，那么他后面的种种行为将让我彻底改变了这个想法。我理念可以分手，但该我得的半分不让。自媒体时代，傅行之带安然去海市游玩的照片被网友拍了下来，传到网上。手机里关于傅行之的消息还在不断的涌来，
其中最显眼的还是安然发来的私信：林念，如果我是你，就主动离开，别像狗屁皮膏药一样缠着他不放。毕竟我现在才是他的合法妻子。我正准备回复，才发现私信某音已经被他拉黑。下意识打开傅行之的朋友圈，是一张他和安然的合照，他们举着结婚证，笑得特别甜蜜。朋友圈下面全是祝福的评论，我扫了一眼，发现不仅有他的朋友，还有他的家人，似乎所有人都为他们的婚姻感到高兴，却完全忘记了我才是和他相恋6年，陪他白手起家的女朋友。我突然觉得很累，被欺骗和背叛的情绪平静下来后，是无尽的迷茫。从初识到现在，已经过去整整6年。我帮他解决了公司的难题，陪他度过了最难熬的时光。6年的时间，他名利双收，成为了人人追捧的央视头部主播，却转身娶了别人。突然，一条新消息弹出，是傅行之发来的：我和安然只是演戏，你别在意。我不在意，从此以后，他和谁在一起，我都不在意了。这段感情，我付出了所有的真心，最后却被辜负，所以我不要了。想到这里，我干脆利落地在朋友圈下面评论：祝福你们，我退出。但下一秒，傅行之的电话就打了过来，电话里他的声音冷漠无比：我不是已经跟你解释过了吗？这只是个意外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能理解我一下呢？非要在朋友圈里丢我的面子吗？我愣了，反问：你和别人领了结婚证，现在反要怪我？傅行之，如果你想分手，直接说就是，没必要让我这么难堪。他听到这话，不耐烦地啧了一声：林念，差不多就行了，离开我还有谁会娶你？然后他就冷冷地挂断了电话。我愣然地看着手机页面，随后苦笑出声：原来在他眼里，我离开他什么都不是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平复好心情，开始收拾起他的东西。这个家里处处都是我们一起生活过的痕迹，同居多年，无论是杯子还是碗筷都是成双成对的，甚至连用的毛巾都是情侣款。可现在他不仅忘了当初的承诺，还和别人领了结婚证。我平静地把属于他的那一份东西打包好，扔在了客房。但我没想到，第二天刚给他发完微信，让他抽空拿走东西的时候，他竟然出现在家门口。看见已经被我扔在门口的行李箱，满脸的不可置信。林念，你来真的？我嘲讽道。不然你以为我开玩笑吗？你现在已经结婚了。我对插足别人的婚姻一点兴趣都没有。傅行之愣住了，反应过来后厉声质问我：林念，你确定？他冷冰冰地说：我今天如果离开，以后再也不会回来。看着他一脸愤怒的模样，我真的不明白他有什么理由生气。想好了，我们分手。傅行之皱眉，刚准备扔东西，却在看到我冷漠的双眼后愣在了原地。傅行之，别把人当傻子。在我准备关门的那一刻，一只手拦了上来。林念，别闹了，我说过，我只是在演戏，很快就会和他离婚的。你能不能再相信我一次，给我一次机会？我停下脚步，目光落在他身上，他脸上没有一点愧疚，到现在还觉得我是在无理取闹。恋爱6年，6年里我无数次提出结婚，但他总是说钱还没攒够，不想委屈我。可安然提出结婚，他怎么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呢？我直视他的目光：傅行之，我不是在赌气，就这样好合好散吧，祝你婚姻幸福。在我执意关门那一刻，傅行之怒吼出声：林念，你真行，既然你执意分手，那我就成全你。不过该搬出这间房子的人是你，不是我。别忘了，你现在吃的穿的住的用的全都是花的我的钱。
如果分手，你只能净身出户。”话音未落，砰的一声，我用力关上了房门，把手机保存的所有转账证据都给他发了过去，只说了一句：“该我拿的，寸步不让，不然我不介意鱼死网破。”没过多久，傅行之再次打来了电话，电话里他语气愤怒：“林念，你别太过分，是你主动提出分手的，离开了我，你以为你会是什么抢手货？”我冷笑一声，到现在他还以为我是为了钱才留在他身边。先背叛感情的人是你，不是我。说完，我挂断了电话，然后拉黑删除一条龙。做完这一切，我长舒一口气，感觉异常轻松。分手后，我把那套房子租了出去，重新贷款买了一套公寓，买了些花花草草装饰自己的房间，每天吃吃喝喝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：“林念，你怎么回事？你为什么要把我电话拉黑？”是傅行之。我立刻把手机拿远，然后继续津津有味地看电影，吃着水果，直到他骂完，我才慢悠悠地开口：“傅行之总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合格的前身任就应该像死了一样，不要再给我打电话，我不想接。”说完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深夜，我刚洗漱完，傅行之的电话又打了过来，我反手挂断，但他很执着。我慢悠悠地接起电话，那头立刻传来傅行之愤怒的声音：“你什么意思？离开了我，谁会娶你？”我语气平淡，不劳你费心。也不知道他哪来的自信。傅行之沉默一瞬，语调平静中带着冷漠：“你想清楚，是你自己要分手，经济补偿我不会多给你一分。”停！我打断他的话：“如果你真想身败名裂的话，大可以这样去做。”也许是我的语气太过平淡，电话那头的傅行之开始生气，语气当中明里暗里的讽刺：“林念，你要考虑清楚，你不是小姑娘了。说到底，你就是没认清楚自己。如果不是我，你怎么会有今天的生活？”我冷笑，懒得再跟他浪费时间。该认清自己的人是你才对。他的眼界始终停留在自己的位置上，觉得有了成就，就开始站在制高点批判。或许他才该静下心好好反思一下，公司怎么一步步发展到现在。分手以后，我开始准备起音乐学院的招聘考试。通过面试那天，音乐系主任亲自给我安排了入职。见面的时候，他笑意盈盈：“林念，欢迎你的加入。”我轻轻和他握了握手。下班回到家，我接到了林浩洋的电话。电话那头，他的声音显得急促：“念念，傅总他喝多了，你能过来一趟吗？我和他已经分手了。”挂完电话不久，租客打来电话，说有人待在门口不走。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，我亲自跑了一趟。刚出电梯，一股浓烈的酒味混着烟味扑鼻而来。我挥了挥手，强忍着刺鼻的气味，借着楼道昏暗的灯光，一眼就看到了傅行之，眼神迷离，衬衫微微敞开，脖颈间的红痕若隐若现。这时，傅行之也注意到了我，表情瞬间僵硬，缓缓站直身子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我语气平静：“房子我已经卖出去了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”他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站起身，摇摇晃晃地走向我，冷漠的眼神在灯光下竟然显得有些柔和。突然，脚步一晃，整个人靠在我身上，浓烈的酒气中夹杂着淡淡的烟草味。我扶着他向门外走去，一阵风吹过，他彻底失去了意识。刚到小区门口，就听到安然的声音：“他都喝醉了，你们为什么不直接把他送回家？我老公如果出了事，你们一个个都逃不了。”我把人扔在他面前，语气冷冷地说：“你的人带回去，管好。”
说完，我转身向前走去。就在这时，身后的傅行之恢复了一些意识，不知为何，他开始推拒，怎么都不肯和安然回家。我继续向前走去，任由身后的争执不休。没想到第二天一早，就接到了傅行之的电话：“林念，你为什么要把房子卖掉，把我一个人留在那里？”我没有回答，而是反问：“你有什么事吗？他刚要发火，但似乎想到了什么，沉默了一下，语气中带着罕见的歉意：“昨晚我喝多了，正好这几天我需要出差参加行业交流会，你到时候跟我一起。”我揉了揉有些发胀的太阳穴：“傅行之，要我提醒你几次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”我没同意。傅行之的声音冰冷。我挂断了电话：“那是你的问题。”接下来几天，无论傅行之给我打电话还是发短信，我都不予理会。直到有一天，校领导儿子婚宴请吃饭，预定了一家5星级酒店。刚来到门口，我就发现有很多老熟人也来参加婚礼。就在我犹豫要不要进去的时候，安然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。见到我，他脸上露出讥笑，一改往日的懦弱，气焰嚣张地拦住我的去路：“林念，你怎么有脸出现在这里？听说你现在穷的房子都卖出去了，我劝你识相点，把我老公的车还回来。”我冷冷地瞥了他一眼，嗤笑开口：“怎么，傅行之不敢开口，所以找你来代言？”安然脸色一沉，下意识往后退了半步，恼羞成怒道：“林念，你别得意，他现在是我老公，不会回到你身边的。”我根本懒得理会他，直接将他推开，进入酒店。安然在后面气急败坏地嚷嚷着要叫保安，动静太大，惹得大厅内众人纷纷看了过来。我神情自若地挥了挥手，算是打了招呼，只是有人却不想让我轻易离开。“林念，你给我站住！”傅行之追了上来，上下打量了眼我身上的衣服，神色中满是鄙夷。“参加婚宴，你就穿成这样出席？你不嫌丢人，我还嫌丢人。”说罢，他就转头吩咐手下助理带我去补妆换衣服。我直接推开助理，有些好笑地看着他：“傅行之，要我说多少次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我穿什么参加婚宴，丢不丢人？轮不到你指手画脚。”傅行之一愣，几乎下意识开口嘲讽：“就你穿成这个样子，也配来参加婚宴？这家酒店是5星级。”傅行之可能觉得我离开他以后是没有资格来这里的。我懒得解释，转身就要上楼。可就在这时，另一道声音让我止住脚步：“傅总，好久不见。”我转身，一个打扮贵气的傅太太笑着打了声招呼，简单寒暄后，对方突然转头看向我：“傅总，你和林念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呀？别怪我多嘴，这么好的姑娘，你应该好好珍惜。”此话一出，不说是我，就连一旁的傅行之都愣住了。我急忙摆手：“不是，我和他已经……”我刚准备说分手的事，但傅行之却突然在背后拉住我，冲对方笑了笑：“苏太放心，我知道的。”随后，他死死抓住我的手臂：“林念，你今天最好配合我。”声音里充满了不容辩驳的警示。我冷笑一声，直接挣脱他的手。在苏太和在场众人的疑惑目光中，我大声宣布：“傅总现在已经名草有主，我和他已经分手了。”说完，我向苏太表示歉意，以后有需要合作的项目，您可以直接去他们公司。傅行之呆立当场，似乎没料到我会这么不留情面。苏太嘴角的笑意也消失了，脸色变得有些难看。“傅总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”傅行之一时显得手足无措。安然见状，急忙上前，笑容谄媚地说：“苏太，您别介意，
我和行之现在已经结婚了，你有需要的地方可以直接联系我，我一定会全力以赴。苏太瞥了他一眼，又看了看傅行之，眼中流露出轻蔑和玩味。一个小三也配和我谈合作？傅总，你真会开玩笑。说完直接转身离开，临走前还握着我的手，说如果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可以找他。我笑着点头答应。等到所有人离开后，安然再也忍不住，愤怒地冲过来，挥手就要给我一巴掌。林念，你是故意给我难堪的，对不对？我一把抓住他的手腕，冷冷地推开他。今天的事，你应该早就做好思想准备的，不是吗？毕竟从一开始，你就知道我和他准备结婚的事，既要又要，哪有那么好的事？说完，我不再和他们纠缠，转身上楼。婚宴结束，准备离开的时候，才看到傅行之和安然站在角落，两人似乎在争执些什么，我没兴趣知道。正准备向前走，傅行之却突然跑了过来。林念，你等等！一把拉住我的衣袖，眉目间满是委屈。林念，你别生气了，跟我回家好不好？我们不是说好了要结婚的吗？安然面色难看地跟了上来，闻言脸色一白，虚弱地咳嗽2声。老公，我好难受，你能不能陪我去医院？傅行之眼中浮现一抹纠结，但最终还是狠下心，不理他，满怀期待地对我说，你别闹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和他就只是个意外而已。安然愣住了，眼里满是不敢置信。我叹了口气，你们现在已经结婚了，说话做事应该注意一些分寸。但傅行之就像是没听到一样，抓住我的手，一个劲儿地诉说着从前。我突然就有些不耐烦，一把甩开他的手。你不要脸，我还要脸呢。傅行之，和别人领证的是你，我成全你们，结果现在无缘无故纠缠我的也是你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不是所有人都得顺你的心意活着。我冰冷的眼神让傅行之知道，我并不是在跟他开玩笑。他眼里闪过慌乱，急忙解释，不是的，林念，我爱的人一直都只有你，只要你愿意，我马上和他离婚。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心中没有一丝波澜。曾经，他哪怕只是微微皱眉，我都会担心好久。但现在，他这副模样，只会让我觉得更加厌烦。傅行之，够了，以后别再纠缠我了。现在安然才是你合法的妻子。他无动于衷，只是嘴里不停地重复着一句：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的妻子只会是你，也只能是你。我知道是我不对，以后我已经不想再听。要是换做以前，他跟我说这样的话，我愿意把所有的一切都交到他手中。但现在，我只觉得烦躁。我甩开他的手，语气冷漠：你已经和他领证结婚了，还要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？说完，我转身大步离开。原以为这样就能让他不再缠着我，但我显然小看了傅行之的坚持。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打听到我新家的地址，直接找来了家门口。我本想装作没看见，但他一瞧见我就直奔过来，好像要抱我。我冷漠地闪到一边。傅先生，你又有何贵干？我显得有些不耐烦。傅行之抬头直视我的眼睛，声音里满是真诚。我已经和他提出离婚了，当初是他逼我结的婚，而你才是我最爱的人。我沉默了，或者说，我不知道该回应什么。他似乎以为我接受了他的话，小心翼翼地靠近，伸手想要牵我的手。林念，为了找到你，我车都被撞了。我冷笑一声，看向他身后的人，脚崴了，你应该去找医生，或者找你的合法妻子诉苦，而不是来找我。听到这话，傅行之脸上的表情几乎要崩溃。他转头看到不远处的安然，一脸不耐烦的大叫：我都说了让你别缠着我，
你烦不烦？然后目光转向我，眼中充满了温柔。林念，我已经打算和他离婚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难道你感觉不到我对你的爱吗？我认真地看了他一眼，他对我的爱，我并不这么认为。从头到尾，他爱的人只有他自己一个。你太太还在这儿呢，不去安慰安慰吗？毕竟你们是合法夫妻，这样不太好吧？我讽刺地笑了笑。安然已经走到傅行之身后，听到这话，直接从后面抱住他。老公，别这样，我们回家好吗？傅行之还想挣扎，我在旁边冷冷地补了一句：傅行之，别再缠着我了。既然你做了选择，那就要承担后果。从今以后，我不想再见到你。也许是我的态度伤了他的自尊。傅行之转身把安然抱在怀里，露出阴沉狠毒的表情。林念，你既然不领情，那就别怪我无情。以后你最好别跪着来求我。我只是笑着摇了摇头，根本没放在心上，也不知道豁然从哪儿听说了我和傅行之的事。第二天上班时，他把我叫到办公室，听说你和你未婚夫闹得很不愉快。他不是我未婚夫。我语气平静，豁然嘴角上扬，站起来绕过办公桌，走到我面前。你觉得和我在一起怎么样？我顿时愣住了。领导，别拿我寻开心了，我没有拿你寻开心。豁然收起笑容，一脸严肃。我和傅行之之间的矛盾，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说清楚的。他错过的女人，我偏偏要让他后悔。我忍不住挑了挑眉毛。你的意思是想把我当作报复他的工具？也是。豁然的背景，我听学校其他同事说过，江州是数一数二的富二代，颜值过人，追求者无数。我不认为这样的人会和我有什么超出工作的关系。豁然耸了耸肩，报酬你随便提，哪怕是我名下的公司股份，也可以给你。我赶忙摆手，不用不用。我站起身，不好意思领导，我还有些工作没完成，先走了。豁然眉头一挑，你是在拒绝我吗？林念，我自认为无论是家世、能力还是外貌，我都比傅行之强很多。你真的不考虑一下吗？而且你也到了结婚的年龄，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拒绝。他说的很有道理，但我解释不了为什么我接受不了。他们之间是否有矛盾，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我不想卷入这些纷争之中。之后不久，傅行之和安然即将举办婚礼的新闻登上了社交媒体。什么青年才俊白月光，怎么好听怎么来，似乎所有人都忘了，就在不久前，我还是傅行之的未婚妻。不过也难怪外人不记得，这些年我一直退居幕后，所有人都只看到傅行之白手起家，成为江州市有名的青年才俊，却没有人在意他身边的我。晚上下班时，傅行之又打来电话，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没有我，你根本不可能活得下去。我忍不住讽刺一笑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他居然还能说出这样的话来。不用了，你还是专心准备你们的婚礼吧。楼下公司门口，我一眼就瞥见了停在路边的那辆冰粉超跑，安然正倚靠在车旁，一见我，立刻迈步迎上前来。林念，谢谢你。我面无表情的回应。所以呢？安然不以为意的笑笑，眼里的挑衅十分明显。我今天来只是希望我与他的婚礼你能出席。见我沉默不语，他眼中掠过一丝自得。其实我并不支持举行婚礼，但我老公说什么也不同意，他不想我们的爱情留下任何遗憾。等结婚的那天，他还计划租下市中心最大的屏幕，让所有人见证我们的幸福时刻。听起来不错，我点头，目光投向远处的高楼，那里有一块巨大的屏幕，每小时5万的租金，
确实够大手笔。哇，这么快就公布喜讯了！安然突然指着大屏幕，满脸兴奋。我转头一看，确实，大屏幕上多了一行字，标题确实和结婚有关，但名字却是霍然。旁边的安然显得有些尴尬，因为这显然和他期待的不一样。我看着他，眼中充满了不加掩饰的讽刺。安然急了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这个霍少，就算他是富二代，也不能这样蹭热度吧？”我眉毛一挑：“你的意思是，他发布婚讯是为了蹭你们的热度？”安然似乎太过自信了，不然他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发布婚礼祝福？对此，我只能表示无知者无畏，凭你们也配？也许是我的语气太过平静，安然气得面红耳赤。他不懂，傅行之在霍家面前根本不值一提。回到家里，工作群里已经炸开了锅，霍然要结婚了！天哪，是谁？是谁成功嫁入豪门？虽然夸张，但也能理解。像霍然这样事业有成的富二代，对未婚女性来说是无法抗拒的。就在这时，霍然却给我打来了电话。怎么样，喜欢这样的公开宣布吗？调侃的口吻让我大吃一惊。领导，我说了，这种玩笑开得有点过火，这怎么能是玩笑呢？霍然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。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我呢？我不想在这个话题上继续纠缠，轻轻按摩了一下眉头。我只是个普通人，你不同，我们之间不可能有交集。霍然爽朗一笑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还讲究门当户对那一套？我喜欢你，从来不是因为你的家庭背景，所以请你给我一个机会。语气中透露出坚定。明天来我办公室，或者我现在就去你家，我们来谈谈结婚的事。我知道我无法阻止他的决定，还是明天吧。大晚上的，孤男寡女在一起不太合适。胆小鬼，豁然嘟囔了一句，然后挂断了电话。一夜未眠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带着重重的黑眼圈来到办公室，刚推开门，一眼就看到霍然懒洋洋地靠在我的位置上。不得不说，他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，无论看多少次都让人惊艳。看到我，他坐直了身子，调侃道：“这是知道要和我结婚，兴奋的一晚上没睡。”我叹了口气，对他的性格已经无力吐槽。为什么喜欢呢？霍然站起身来，目光紧紧地盯着我。一个漂亮、温柔又多才多艺的未婚女性，我有什么理由不喜欢呢？我感觉脸上有点热，干咳了一声，转头看向窗外。那个广告花了不少钱吧？霍然也没有隐瞒，不多，也就100多万。我嘴角抽搐，感到非常心疼。100多万就这样浪费了，你可真是财大气粗。这是我第一次对炫富感到如此心疼，但霍然本人却显得毫不在意。他嘴角上扬，露出一抹玩味的笑容。好了，别纠结这些了。一个小三都能抢走你的位置，还大肆宣扬婚礼，你不觉得很丢脸吗？我耸了耸肩，是我自己看错了人。我一直认为我和傅行之就算做不成爱人，最后也能好合好散。可惜我想错了。那我不管，我的女人不能被别人这样侮辱。豁然坐直了身子，眉眼间的笑意很真诚，瞬间让我的心跳加速。我需要时间，我不可能刚结束一段多年的感情就立刻喜欢上另外一个男人。没问题，他为了和我在一起能做到这个份上，那我还有什么好犹豫的？我紧了紧牙关，决定干脆答应。结婚没问题，但我得事先声明几件事。说吧，只要不牵扯到傅行之那个渣男就行。我无奈地翻了个白眼。咱们得约法3章。第一，别束缚我的自由。第二，结婚前
我们只是合作伙伴。如果你想要反悔，记得提前告诉我。第三，我们结婚的消息暂时保密。为什么？我微微一笑，当然是为了给某人一个惊喜。傅行之总以为我离开他就会一无所有，安然也在我眼前跳来跳去。我倒想看看，当他发现事与愿违之时，他会是什么表情。行，我同意。谈话结束后，豁然站起身，对我伸出了手。走吧。去哪儿？当然是去领证了。别人都领证了，咱们也不能落后啊。这也太迅速了吧。半个小时不到，我们从民政局走出来，手里拿着红本本，感觉像是在做梦。就这么简单。我转头看向豁然精致的侧脸，他似乎听到了我的心声。怎么觉得不真实？说完，他攥住我的手腕，低头吻了下来。就在这时，身后传来傅行之恼怒质问的声音：“你们在做什么？”林念，怪不得你执意要和我分手，原来是早就找好了目标。安然在一旁火上浇油：“老公，你看到了吧？只有我才是真心爱你的人。”不等我开口，两人已经携手离去。当天晚上，社交媒体上传了一条两人合作的视频，话里话外都在指责我为了嫁入豪门，背叛了相恋6年的感情。而傅行之看在过去的情分上，一直默默忍受着所有的一切指责。消息一出，接连而来的质疑声铺天盖地地砸了下来，而我只是笑笑，反手扔出了手里所有的证据。除了这些年所有的恋爱细节，还包括傅行之公司偷税漏税的证明。只是令我没想到的是，竟然会有大哥出面指控安然利用直播欺诈，金额高达数百万，舆论导向瞬间转变。而我们提供的这些证据也足够他们两个把牢底坐穿。最后一次见傅行之的时候，是在监狱里。我和他说了要和豁然下个月举行婚礼的消息，他张了张嘴，最后只说了一句对不起。离开监狱回家的路上，我问豁然为什么会那么讨厌傅行之。豁然笑了笑，我只是讨厌他比我先遇到你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